亲打够了吗？怎么？我既许诺，便不能背信誓言。站住！你个不忠不孝的内孙！在我看来，华先生在金殿上直言不讳才是忠。父亲与华公同朝为官，父亲同我论何为忠孝，我也想问问父亲，何以为官，何以为人？你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！爹！哎，行了，爹，你把哥打死了，咱家就没人去应举了呀！你给我走开！爹，不能再打了，爹！这沈家小子有没有个准头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再晚了就见不到了。祖母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再耽搁一定会错过。可是沈家小子不来，怎么去啊？老钟的腿刚好一点，走还走不动呢，谁来赶马车啊？是啊，这我去吧。芷儿，你何时学会赶车了？我不会，但是试试总比不试强。我从前跟着祖父走南闯北，也是坐惯了车的。钟叔每一次驾车，我也都在旁边看着。这不管是人驾马还是马驾车，跑起来就行。真的能行？只是这车上现在堆了许多东西，可能坐不下其他人了，只能我自己走一趟。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便罢了。我尽力。姑娘，你这些袄子太轻了，得有一个人压着车才不会掉下来。就你聪明。走吧，就算忘穿城门，也没人敢来这儿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险些就没赶上了，你是花家的？一点心意，喝个茶。我同家里人说几句话。得，今儿我算是看着西喜景了，一个小娘子跑这儿来送人。继续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他们呢？赶车的老周呢？钟叔近日腿脚不太好，这车太颠簸，我就替祖母他们来了。祖父，这北地不比南方，家里准备了些棉衣。侄儿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我。祖父，家里出事以来，我从来都没有哭过。那是自然。我们侄儿是个顶勇敢、顶厉害的姑娘。你放心，家里现在有吃有穿，也有住的地方，大家都很好。好，我放心。爹，慧丽还好。家里43口人，每个人都有份，还要劳烦爹和叔父们把这个鞋带给大家。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家的。
那女子是什么人？花一正的孙女儿，先前同沈家议过亲的那个。孙女儿，哼，倒比那老匹夫有趣些。真和善。罗宇，姨娘还给你带鞋了呢，来，我给你穿上。我好想我娘，好想国瑜，你娘也想你，但你现在是个小男子汉了，她要是知道你哭鼻子，该担心了。侄儿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四婶亲手缝的，你要好好穿。自然是他缝的，这么歪的针脚，也找不出店儿。四婶她怎么了？她本来要来的，被我抢了先。我来的好，可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副样子。哎，你回去之后可要替我好好说几句好话啊！你就说，四叔他精神好，又想得开，一顿能吃好几碗米饭呢。仗着豪情，要被兴亡磊落。哎，酸的我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四叔坐。侄儿，你记着，青崖书院后山有2棵大槐树，是你出生那年我在那读书，顺手种下。我走之后，记得常去浇浇水，松松土。记住了。四叔，这次这案子是谁办的？七秀司吗？襄王元公建立大理寺，七秀司找回家之后，我们就落在襄王手里了。畜生！喝酒啊！我素不喝酒，但这碗酒我一定要喝。诸位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吃饱喝足了吧？该启程了，几千里路呢，再拖到什么时候？大家放心，家里我会照顾好的，弟弟妹妹们、婶娘们，我都会照顾好的。祖父可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，侄儿一定办到。祖父只希望你未来自己能过得快乐开心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驾！驾！这七秀司的人过来做什么？案子不是早就转过大理寺了？打头的那个
竟然是七秀司使。你要做什么？破开他。是，不许碰他。你是来找我的吧？没错，还请花公介意说话。侄儿，快坐，我没事。县官上任，这是来寻我错了。自大清开国，今日蜀金做任大理寺，多一个亲王，也不知官家是宠我还是憎我。走，去看看，他能寻出什么错来。此事有何事？花公可还记得，当年上元节灵王府那场大火？记得又如何呢？花公曾前来辞行，身边跟着个7、8岁的孩子，是晚辈，还是同仆？何故问起此事？关乎一桩旧案。年月释翻，这些年我到处奔波，换了不少同仆，都散落在四海。真记不得司使说的是哪个。先生可否再仔细想想？若是有意隐瞒，倒叫我有些好奇了。司使，问献王殿下恩。这案子接在我手上，今日便来看看。不料司使也在此，真是巧啊！听闻殿下勤勉，果真是事必躬亲。小王心蒙圣恩，自要昼前夕替，不敢有负管家。不知这些犯人是如何触犯了司使，先让司使亲治啊！犯人出城，例行搜查而已。陈情，搜。是。司使有所不知，犯人出城之前，殿下已命人细细的查验过了。大理寺嚣张是吧？也非给你搜出个错漏来。本王还有事，司使请便吧。这两个虎狼相争，倒拿花家人来回折辱。好，有东西。银子。啊！这也有。先王殿下恕罪，我等失察，自愿领吧。这就是殿下所谓细细查验过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将这人给我拿下！是。哎，姑娘，这些民衣是我带来的，他们不知情，民女有罪，不敢欺瞒殿下。司使可听见了吧？竟是位莽撞的小娘子。说起来，我与司使今日的误会，好像是一段风流佳话了。殿下请便。殿下，这小女子该如何处置？她有什么大忌，别拿来问我。是。将这刁女子押回衙门，打10个几杖，放了。是。不行！这银子是我的，你们不要亲手的，放开他！姑娘，放开他！蛇儿，放开他！慢着。3000里北上是官家定的，可这人是我七秀司拿的。今日我便把这些性命交托于你，若是路上少了一个，就拿你的命来抵。是。快打！
快走，快走啊！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头儿，那咱们回寺里。我另有事做。爹，刚才若不是纸丫头站出来说这10几仗，恐怕大哥他们会有性命之虞。不过看今日这行径，纸丫头并无大碍，那献王定是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的。我并不担心他今日的皮肉之苦，我只担心他的将来啊！哎，你们小心！纸丫头是有本事的，你放心，有她在，家里人不会有事的。纸儿是有本事。正因为他有本事、有胆识，做起事来会把自己逼到刀尖上。画家已经绑不住他了，只愿苍天待他不薄，从今往后叫他逢凶化吉，欢乐美满。3千里，路不好走啊！纸儿都不怕，咱怕什么呀？前途尚有关山万里，痛快！君不见，夸父逐日窥于渊，跳亮北海超昆仑，披霄绝汉出汉莽，撇列左右移星辰。怎么只有你一个回来？纸丫头呢？那些茬子忽然来搜身，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看见从大老爷、二老爷袍子里搜出了夹带的银子。天杀的！他们是有心栽赃我们吗？家里穷的连蛆都不生一只，哪还有银子往袍子里塞啊？三夫人，我看得分明，那钱真的是从袄子里掉出来的。你们，只说结果如何？后来来了一个大官，身后跟着一个老宦官，说要把大老爷和二老爷抓回去。姑娘见了，说跟他们没关系，然后就要替老爷们顶罪。现在老爷们已经出城去了，但是夫人，姑娘被抓走了。我的纸儿。伤势如何？病人是你家娘子？是，先生放手医治便是。这便好说了。你看这寿账，你二人不是夫妻？虽有婚约，尚未过门。年轻人呐，等你们往后有了夫妻之实，就不必这么害羞了。先生说伤情吧。这账上
虽看着像人，也着实受罪。不过好起来也快，只是现在需要先清理伤口，再服伤药。有劳先生了。娘子忍着些啊，这伤口不清洗干净，日后会溃烂的。哎，别扯，别扯。先生留步，多谢。回家后，郎君需好生照顾姑娘。若是陌生男女问诊，怕有不便，这才撒了个谎，见谅。明白。那日过后，西秀司有没有再为难你？没有。我还以为你回北地了。我在皇都寻了份差事，不回去了。在北地待久了，在京里待着，会不会觉得闷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刚回来那几天，我感觉连气都喘不上，处处被拘束着，就像被关在笼子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习惯了。我刚才看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仕路多艰，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。你若是想回去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程，就当报答当日搭救之恩了。不必客气。我只是想随便走走。那刚好，我近来无事，可以陪你随意走走。你受了伤不方便，上马吧。遮一下。你怕是遇到难事了，却不是衙门里的事情。何以见得？受了伤不回家，却来山里，难道是要来自寻短见？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有些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。船上的纲手、周氏都离开了，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。听着不太妙。可不，你知道，倘若你也走了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里。你一时心急管了，这群糊涂客把你害进了衙门，打得皮破肉绽。哪怕你跟他们说我有方法，听我的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你若生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。天宽地阔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船上的人，同你亲近吗？虽说一起在船上生活了好多年，但其实都是各过各的，除了骨肉至亲，来往的也少。和你最亲近的纲手已经走了，之前都是他在这里苦苦经营这艘船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心里会愧疚。那倘若你把心一横，劫了这船呢？那可是好大一艘船，好多的人。要是我一个人掌舵，怕是会累死。但我也害怕自己的一片苦心白白浪费。我就不该问你，原本是一个人烦，现在倒好，变成两个人都犯愁了。要是这么犯难，不如志同钱吧。这世上千难万险，能用钱解者十之八九。你带刀了吗？我
我来吧。酒。是四叔的字。成明2年冬，长兄平与得女，眼明如秋水，玉雪殊可爱。女直方牙牙学语，见人则扑，见鱼辄笑。击掌，常随于衣，如小犬随人。余闻男人有女，既大酿酒，既露，亦于坡中，不复发矣。侯女将嫁，因觉坡土，取供贺客，男人谓之女儿酒。阿芷尚幼，余无以为赠，唯积钱买10洞春酒18坛，亦于青崖北坡下。但愿阿芷平安长成，无忧无虑，嫁得家婿。这些酒已经埋了15年了，才想起来家里人买了几坛酒，挖来看看。只是看看。我想把这些酒给带走，王君可否帮我？娘子，这些酒拢共能当170贯，这是17张交子，您收好。我当去2贯钱。好。怎么还留了一坛？这坛酒送你了，全当是陪我同游的答谢。谢了。这又是？总不能叫你白白出力气吧？你刚归京不久，生计不易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人还怪好的。你就不要打趣我了，还要劳烦你把这车还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就先回去了。天不早了，坐车回吧。不了。花府查封多日，你现在没了住处，身上又是钱又是伤，怎么回去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花相公获罪，举臣皆知。初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。上车。这儿没有人烟，道路颠簸。你要是坐不住的话，就算有人看见，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再坐一会儿，恐怕要栽下车去。这里也没有树可以靠，只好借一下你的肩膀。对不住了。这些是你陪嫁的酒吧，都给当了，以后你怎么嫁人？送了你那么一大坛，都堵不住你的嘴啊。那你怎么就这么放心，让我来帮你挖这个酒？不放心也没有办法，家中尽是妇孺，没有一个能出力气的。别说是搬酒坛了，纵然是挖，也挖不了几寸。便是有，我也不敢让他们知晓。
知晓会如何？一来家中人多口杂，立刻会走漏风声；二来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，不知道会使到哪儿去。无功倒还好，要是再闯下祸，我可遭不起第2次罪。多奇怪啊！家里这么多人，竟不如你这个生人来的可靠。你就不怕我谋财害命？这些酒可值不少钱。便是不找你帮忙，我也会去雇几个力妇，还不见得有你可靠。方才我从衙门出来，满身血腥晦气，也只有你停步问我。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自己原来是个大好人，就是蠢了一点，被人骗来做了苦力。其实，可以先不急着做决定，给自己还有亲眷们一点时间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为何忽然这么说？我生平最后悔的事情，便是年少时疏远了至亲的人。那是谁啊？我母亲。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我姓燕，单名一个西字。燕西，今天谢谢你，我睡一会儿。这到处都没人影儿，你说纸丫头会不会被拍花子的拍了去？哎呀，别乌鸦嘴了，青天白日的，哪就能丢个大活人啊？要不明日去城里人牙子那儿问问消息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别！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会儿倒有力气了，当初就不应该费劲缝进去。三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我们也没坏心啊。哼，早先老夫人叫交钱，我是喊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喊出你们兜里那仨瓜俩枣啊。现在可好了，都便宜衙役了。当初要是交出去，也不过是便宜了茬子，我看也没什么分别。哎呀，你有能耐，你倒来管家呀，成天绕着孩子打什么转？三嫂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。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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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苍天，你总算是平安回来了。我被衙门打了10几仗，算不得10分平安。啊！他们为什么罚我，母亲能不知道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不是，如果当时我同你说，你定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向来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儿婶，这都是你的想法吧？大姑娘，又何必这么说呢？若你嫁了人，也会心疼爷们儿的。只是你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流放，什么叫做北地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一到昆山尽是土匪，几个大钱就能要一条人命。你们都以为那是保命钱，那是夺命钱。不是已经搜出来了？那幸好是被搜出来了，我踢着挨了一顿打。那要是父亲二叔落回了献王手里，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。横竖都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把钱都给你。纸丫头，你要论道理，去找衙门论，别跟家里人论。三嫂就是话赶话的，这个家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我累了。
你要去哪儿啊？赶紧躺下来养伤啊！你。头儿，你回来了，老远就闻见酒香了。眼睛贼得很嘛，这么小的碎银缝在袄子里都能找到。那可不，咱从小就生了一副好眼睛。眼睛这么好，不用可惜了，送你个好差事。哎呦，那谢头。从明天起不用在司里卯着了，给我换班盯着花家。花家，盯紧一点。若是再出现今天这样的祸事，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还有，去一趟永昌当铺，今日收档的17坛酒，只许赎到，不许变卖。是。四婶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走，单独过火去？咱们还得带上包下塔嘛，免得被三夫人发卖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从前我总是下不定决心，要顾着花家的门楣，顾着祖父母亲，乖乖地长在笼子里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但只要我还是花家的孙女、女儿，他们就当我是不顶事不吭声的小丫头，连薄邻薄里的话都比我要谨些。不破不立，我不能再惯住自己了。原来我们侄儿是觉得委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四婶，这人本来就是要自个儿长大，自个儿寻路，自个儿生老病死的。这旁人能同路的就同路，不能同路的就散了，何必非要拉拉扯扯的呢？你从来都比我想得多，想得明白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方才三夫人有一句话，家里不是论理的地方。你才刚回来，不知道这一日家里都闹成什么样了。老夫人因着你的事儿，豁出脸去叫苏嬷嬷进城去托人。老夫人说，已经到这田地了，除了人再不剩什么。说是一屋子长辈，连个小孩子都保不住，就白活了。不能为了爷儿们把你一个小丫头给搭进去。你看看这会儿，你是不是就比爷儿们紧要多了？我再同你讲，苏嬷嬷带去疏通的钱，都是三嫂偷的，旁人也真是一文都没有了。三嫂卖了玉珠，又心疼又同自己怄气，夜里还偷偷掉眼泪，剩下一点钱都想拿来救你。他拿了多少钱，我都可以还给他。你个死心眼儿，这哪里是钱的事儿呀？我再同你讲，一早报夏回来报了信儿。大夫人你是知道的，两脚没沾过泥，出了门连南北都分不清，更没同生人说过话。我都没想到她真能摸到衙门去，吓得哆哆嗦嗦问你的去向，又一路哭着回来，脚都走肿了，说你从衙门出来就没了踪影。钟叔站都站不起来，拄着棍子就要去寻你，大家伙都急坏了，上上下下都进城去寻你。家里只留下我照顾老夫人，他们都去了。那不然呢？你是自家人，难道丢下你不管？三嫂把丫鬟们都带走了，二嫂数年如一日，天不亮就压着脖里去读书。今日呀，连这功课都舍下了，晕头晕脑跟着去寻你。秦姨娘最好笑了，要去庙里问卜，便急乱投医。拜了个送子娘娘庙，被三嫂啊一顿数落。没有人告诉我这些。他们都是长辈，为小辈奔忙是应当的。若拿到你面前邀功，那多没脸面呀！三嫂那样的人，这辈子哪儿低过头呀？所以啊，我只想叫你知道，你想的都没错。可一家人过日子，有时真没什么道理可言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儿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至少有人在家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我知道了，四婶，你容我再想想。
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我不要，拿走吧。别乱动。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听话，板子打在身上血淋淋的，就敢往稻草上睡，寒气入了肺腑，就别想好了。芷儿，就听你三婶的吧，这些日子行住坐卧你要注意些。我跟你二婶睡一起，挤一挤还暖。那柏林呢？李哥可以同柏林一同睡，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封床了。对，我俩挤着，一点都不冷。直姐姐，你快趴下吧，你这伤我看着都疼，不垫后些怎么睡得着？我跟姨娘一块睡，不冷的。是啊，这姑娘安心睡就是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也是。疼不疼呀？你方才发火倒是挺威风的，现在知道疼了？你别动，我帮你把血衣裳脱下来，裹一裹伤口。伤痕已经裹过了。怎么样了？换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你也快睡吧。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答应让他一个人去送行。年轻人身板壮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府上带那养荣丸还有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，只够您再吃个3、5日。我不吃了，给芷姑娘送去。那她年轻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是。芷儿心思重，这一趟恐怕伤的不仅仅是身子。芷儿，怪娘不好。大嫂，这事儿都怪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住芷丫头。她二嫂都过去了，这白日里啊，我是碍于面子，一句软话也不肯说。芷丫头委屈也是应该的，别难过。
你自问问，哪里像个做姑娘的，哪里像个官宦闺秀？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，便罢了。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若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。侄子，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给你们家薄礼吃吧，省得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，横竖都是我错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至少有人在家里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心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祖母，水丫头，今日可好些？好些了，有件事情想和祖母商量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是想甩开你娘和三婶儿，独自去做事儿？我想掌家管事。为何呢？我知道一条路，或许能走得通。这条路能救我们，也能救祖父他们。你说说。《大清刑律》29卷第65条，除10恶以外，视杖徒留死，皆可准许救赎。依刑之轻重，救赎以同。需多少银钱啊？徒1年20万钱，留2000里30万钱，滞留3000里50万钱，绞与斩120万钱。43人，每人50万钱，2150万钱。2000多万钱，纸丫头，我知道你懂得多，也是一番孝心，可这个数，我就直说吧，就是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这个田地，便是从前府里卖房卖地，算上老太爷、老爷几兄弟的俸禄，也绝计攒不出这些钱来呀。是啊，那纸姑娘年纪小，哪懂得您掌家的难受啊？哎呦，我的大姑娘，现在皇都寻常人家，那夫妻俩日夜做工，每月只赚了1、2千钱，吃饭穿衣那剩不了几个子儿。1、2千也是难得了，我娘家每月才500钱过活呢。是啊，这现在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还有邻哥儿里哥儿要养，怎么才能从牙缝里省下这2000万钱啊？老夫人，芷儿呢，她也是好心，您莫要怪她。芷儿，年纪还小，让芷儿说。眼下叫我掏出这笔钱，或者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招数，我的确没有。别说你呀，就算才是娘娘下凡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呀。但方向还是有的，只要认定了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纸丫头，这事儿可不比你赶车送行全凭胆大。莫说千呢万呢的，就说这个月的脚屎，你也变不出来啊。今儿早上煮粥，可是一点米都没有了。
鲍夏，你带着银珠产露拉上车去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吃用都买下来，剩下的按照旧例2成分发给下人们当月钱。啊！姑娘，我这就去掏车，立时就出发。去吧。哎，哪来这么这张饺子呀？这10两银子呢，怎么嘴皮子一碰就给下人们分了呢？赶紧叫他们回来呀！不止他们，祖母、婶子、弟妹们都有月钱，这月花了，下月还有。以后我们就有零用钱了。哎呀，你做不来的，赶紧给你三婶赔个礼，还请她涨价，快呀！祖母，我涨价1日，便保上下1日月里花销，为期3月。若我做得不好，愿双手将账本还给三夫人。放晴了，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许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侄儿，过来。祖母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既允了你当家，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还会觉得颠簸。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啊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逼都逼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花家那一老一小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人的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儿几个正好说说体己话。请。老夫人如今住在庄子上，想必不比城里。有什么缺的短的，我派人给您送去。啊，或就今日用板车拉回去也成。庄子上虽清苦，有我孙女在，倒也不缺吃喝。我听说了，
芷姑娘当街卖桃符，这皇都里啊都传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家琪儿帮衬，真是个正直仁善的好孩子。当年老太爷定下的这门亲事啊，没看错人。啊，琪哥儿明年正是要科举，如今啊正是用功的时候，这门亲事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老姐姐，今日登门打扰，本是不该，可我觉得做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。那日你去庄子上是碍于情分，可我不能装聋作哑。如今你我两家云女殊途，这桩婚事不合适。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，收回这桩婚约。我们两家本是世交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当年议婚之时，你家随曹铁送到花家的礼物，都被抄没了，如今难以奉还。哎呀，不必再提了，有债必还。今日花家还不上，未必将来还不起。芷儿，两位长辈看看，可还少了些什么？我舔言写了这张欠条，收好。老姐姐，你要臊死我呀！账是账，情是情。芷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你多保重，千万留步。花芷来了，来退亲。琪儿，花芷，沈郎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君子有信。无论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是如何说的，我沈清都会守约如初，不离不弃。沈郎君，不是的，是我自己要退婚，无人逼迫我。你不想和我成亲？沈琪，你是个顶好的人，将来不管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都是此生的幸事。多谢你倾囊接济，也多谢你买我的桃符，多谢你追出来同我说那番话，这一切我此生都会铭记。快回去吧。芷姑娘，那以后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？当然是啊。走了。我来吧，我行。曹好，难怪花家娘子不要女儿酒了，她今日和沈家退婚了。我在那儿盯了一路，那沈大郎还一瘸一拐的追过来，两个人难解难分的，不知道说了点啥，最后还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他哭了啊？那可不。那你说一个大男人为个小娘子哭，还真是。啊，那个头，那些酒既然您吩咐了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我觉得放在铺子里不妥当，就让他们都叫回来。嘿嘿。
福东做的越来越好吃了，把我舌头都养刁了。你尝尝。好吃。哲儿，你今日真吓了我一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来这么多钱呀？四叔给我备的出嫁酒被我当了，这是1半的钱，你拿着。这是你的嫁妆。婚都退了，还要他做什么？这些钱我先替你收着，要用时知会一声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十儿，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。四婶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私，我只是想明白了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不只是为了你们，也不是为了祖父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只有走出去了这一步，才能越走越广阔，越走越痛快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不用依靠祖父，我也能游遍山水，游历寰宇。那到时候你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山海都是什么样的。好啊。莫说那些远的，就说你如今的差事，这些酒钱，点不到半年就耗光了。生计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四婶说好吃，柏林玻璃也说好吃。我是自己瞎琢磨的，都是上不了席面的手艺。这眼下也没有席面要做啊，等以后有大席面了，你再犯愁。姑娘既说了，那我便试试。若是不行的话，不行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多的是办法呢。迎春抱夏，每日晨采红果，摘梗挑碱。银珠专司讨喜，缠露密秋，挑疤去籽。折桂负责添柴火，福东揭秘做果子，做完才能各自去休息。这天气还凉着呢，用冷水淘洗野果，这种活你怎么不让你省里的丫鬟干？好，迎春抱夏，那你们2个专司讨喜，你负责采红果。自今日起，做得好的月钱翻番，若有错漏，月钱折半。都去忙吧。是。人不大点，使唤起人来到利索。由他使唤吧，就当是小孩玩过家家。我也落几日清闲，待他碰了鼻子，就知道管家的困难了。这么多现钱，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。回头让宝珠问问，那这个钱要是来路不正的话，惹出很多麻烦的。哎呀，我呢就是有这操不完的心呢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再睡会儿回笼觉再说。要有止血药，走走，我带你去找找。好疼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红果，都洗完我手都要冻掉了。这方法好。哎，停！抱夏，你这么洗不全坏了吗？火太大了，蜜桃手都烧焦了。我从前只伺候里根笔墨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啊？算了，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烧火。那是最好。那谢谢福东姐姐。这个纸姑娘真会变着花样糟践东西，嘿。
味道同从前一样好呢。好什么呀，酸死了！不对不对，是太甜了，这样吃多了会腻的。你们怎么都闲着呀？红果呢？姑娘，我刚刚去叫银珠和禅露，他们说三夫人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一直没回来，就没人去背红果。那就都扣一日的利钱。林春，从今天起你就不必讨喜了，你就做个监督，有偷懒耍滑、出漏出错的都报给我。包夏，跟我去摘红果。头儿，花家旁支这几日都陆续押送出城了。照您所说，要找的人应当17、18岁。我把队伍里年轻的都审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小时候去过灵王府。那书童既不在流放之列，便是家仆之类的。如今花家仆从散尽，想要找到他的下落，恐怕如大海捞针。花指回去也有2日了，不知道伤养好了没有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个当兵的。我还多余了呗，不能听呗。那日回去路上，你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后来有什么麻烦事吗？那时候没有。眼下倒是一堆，是吗？那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？有啊，我还有这么多红果要摘呢。看来最终还是没能下船，想通了？下船了？借你吉言，我现在是个临时的纲手，掌风使舵，眼下只是琐碎，未来还要往险中行呢。不是当兵的呀，到底是卖船的还是卖床的呀？哎呀，姑娘。你们在这摘果子啊？林婆婆，福东做了些糕饼，你拿回去吃，很软的。又给我们那么多好吃的。哎，这个，你先赶紧回家好好吃饭，过几日再给你送来。快，谢谢，谢谢，赶紧回家吧。谢谢啊！你认识他们？都是挣扎着生活的人，见着了怎能不管？他的女儿女婿都病死了。包夏，走了。嗯。怎么让2个姑娘出来干活呀？你们家男仆人呢？都跑了。老的少的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想来我家谋生啊？我可发不起月钱。这样，等你发得起月钱了，提前告诉我，我马上上门。看来这次回京没有谋得合适的差事。是没什么合适的，给人当打手，整日狐假虎威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活得下去。来日方长，总会顺心遂意的。那我也祝你行船顺风顺水。走了。走。姑娘，我看他脸上那个疤，就不像个胡人。我不觉得。银珠，三夫人那儿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倒有空来做闲差。我这就去。哲贵，你们也过来。三夫人说想帮忙的都过来。哦，好。
哦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夫人们从早到晚没有事忙也需人伺候，难不成要一一与你禀报？禅洛，你的月钱可是大姑娘发的。迎春姐姐，求你别难为我了，我的生气还在三夫人那里呢。浦东，三夫人说老夫人午饭想吃精米粥，叫你赶紧做。好，我现在做。这时候还早，不着急啊。姑娘，我听银珠说，三夫人嫌家里的丫鬟多，闹哄哄的心烦，还说几个小贱人整日扎在灶房里，不知偷吃些什么，说要再发卖几个。姑娘，真是稀奇，当家的娘子亲来送饭。我又有事情要求祖母，自然得应请些。我料到了，说。祖母，先尝尝这腌菜。清淡还爽口。这都是福东在后院摘的，自己琢磨着腌的。这手小的丫头原来是你房里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别绕弯子了。祖母，我想要回丫鬟们的生气，不然福东就要被三夫人卖了。那怎么行？为什么纸丫头，你把我们大家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哥的诗书还没背完呢。等三夫人来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纸丫头，自古船多不爱路，你倒好，算计到婶子兜里了。三夫人放心，今天谁也占不着谁便宜。婶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请你三婶保管为好。娘放心，从今以后就用不着了。你们的生气都在我这儿。自府里被抄以来，奴婢、姨娘，咱们互相扶持，彼此都是见证。这些日子你们很为难，我也都知道。但如今既然是我掌家，我也就不会再装聋作哑。无论是老夫人、三夫人，还是我，管得住你们的手脚，也管不住你们的心眼。倘若你们打从心底厌烦这里，不想干活，我留下你们也没有用。求大姑娘开恩，别卖我，我再也不敢怠惰了。大姑娘，别卖我们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发卖你们？我今天拿这些契子，就是要给你们自由。真的呀？纸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这天底下只有天生的男女，没有天生的奴婢。时乖命喘，沦落至此。若能得到自由身，谁愿意为奴为婢呢？我说到做到。我费尽了心力去调教这些丫头，好不容易她们都不逃跑了，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这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三夫人以后就不必劳心了。可是你放了奴婢，以后谁给我梳头，谁给我穿衣啊？花梨妹妹一双巧手，能画丹青，能绣花鸟，难道穿衣梳头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？放下，给大家分礼。大家快来拿呀！不是我的，再拿这个是我的，是我的吗？你这丫头，你失心疯了呀你！你们。这是你的，
慢着，哎，你慢着的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，轻一点。说你在这里啊，你来着。这气子扔进了火里，就化成了灰，从此海阔天空，大家来去自由。我也向大家保证，我绝不会报官。若是想走，赶紧走；若是想留，可以把自己当做故宫，我照样每月发钱。只不过大家都要想好，这关系到你们的前程，不要后悔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放下。我这一把年纪啊，今天看见了这个稀奇的事儿，志哥好样的！姑娘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跟着你。我也不走了，还在厨房做事，行不行？好。立秋，你这是要走啊？小姐对立秋的恩情，立秋都记在心里。可是我，快起来！你这离了庄子可有地方去？我哥哥在永州有几分田地，我母亲也在那里。好，你去找迎春支上一份钱，路上小心些。姑娘，姑娘，你走走吧，你哭给谁看呢？真是。去吧。给。迎春，你也想走，对吗？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比我们都有主意，就算不做丫鬟，也定能有个好的前程。不做丫鬟又能做什么呢？嫁人呢？你长得俊，嫁个种田的、打鱼的，饿不着肚子。若是能嫁一个行商的，说不定日后还能穿金戴银呢。迎春，我先走了，你也快收拾收拾吧。保重。好前程，便是嫁个好人吗？迎春，姑娘，我一直想问，这段日子我们洗红果、煎红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本想之后跟你们说的，包夏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待福东把煎红果的方子定下来，咱们就拿去城里卖。啊，这红果城里人人都认得，是无人吃的烂件东西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呢？你只管做的好吃，掏钱是他们的事。姑娘，然后呢？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咱们从卖红果起，一步步把生意做大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便是从今往后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咱们既要赎回祖父，只有这条路。行商就好比行军打仗，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好，我陪姑娘一起。
还有我。宝珠，宝珠，我的衣裳破了。夫人先放着，我洗完红果就去找针线。哎呀，银珠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吃，小夫人。小丫头，竟跟老娘使这招釜底抽薪！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